江苏省是中国经济大省，省会城市南京市也是中国的一线城市。但随着中国整体经济不断下滑，南京市经济也是一片萧条。一名博主说出南京的现状：现在在南京，如果你工资超过5000块，还有社保、公积金，你就好好的干吧，别这山望着那山高。大部分人都还在山腰呢，你都已经超过了90%的南京人了。南京目前的情况，我要是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就是大公司都在裁员，要么就是在降薪。那些小公司呢，很多呀直接都倒闭了。这些人呢，很多都是35岁以上，家里的顶梁柱。一个岗位他干了10多年，早就习惯了朝9晚5，谁能想到突然就变天呢？这名男士说，这些失业的人只好去跑网约车，每天变成早5晚9，不少人一天最少跑12个小时，一天能挣100-200，一刻都不敢闲下来。南京现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各大路口你都能看到很多的夜市摊，以前是从来没有的，甚至很多大的路口都会出现，城管也不会去管。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的经济行情真的是特别差。我有一个会员宝宝，他前两天跟我说，他说楚楚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去找工作，很多楼里面它都是空的，没有几家公司。他说现在的行情真的是太可怕了，我要好好找一份工作，不能跳来跳去了。这名女博主说，她的一些朋友准备逃离南京，因为觉得南京生活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又有房贷还要养娃，他们打算把南京的房子卖掉，回老家找一份工作，起码工作压力会小很多。这也反映出了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官方网页显示，南京人均 GDP 在中国省会城市排名第一，地均 GDP 在中国14个特大城市之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江苏省内排名第一。那么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南京应该是一个十分富裕、经济发达大城市，但现实情况却让人感到惊心。南京曾经有很多外企，这也为南京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并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但在2024年，有很多外企都在撤离南京。这名男子表示，你知道南京今年有多少的外资撤离吗？你知道这让多少人丢了饭碗吗？南京如今的情况真的是超乎想象啊！曾经的南京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而繁荣，堪称是经济强势。可现在呢，外资企业陆续撤离，有的呢去了越南，有的去转战内陆其他的省份。有数据表示，今年的南京已经超过2万家企业关停了。一家外资企业的离开，那可代表着几百甚至几千人的下岗。要知道，南京那些电子厂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厂，养活了大量的工人。可是南京的高房价又让他们难以扎根下来，最后只能打道回府。这名男子说，2015年他在南京河西附近上班，当时呢，南京有很多大企业，而且很多都是国际知名企业，上班高峰期是车水马龙，人多到不行。随着外资不断撤出南京，2024年一些南京工业园区的人少了很多，不少厂房都闲置或是被拆掉了，园区里周边的餐馆生意更是惨淡。现在南京地铁、公交车上都是空荡荡的，南京商场现在也没什么人了，好多实体店全部关门了。一名男子说出很多人目前面临的困境。现在可怕的根本就不是单位发不起工资，而是发不起工资的单位啊，却没有人敢离职。现在的就业环境真的太差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从这家单位走了之后，能够很快找到一家单位给你发出工资，并且不倒闭的。每年10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啊只有50%左右，而且很多还是去跑外卖、地铁和快递。而且这个年底谁敢离职啊？更别说我们这种中年人了。反正我是不敢。外企撤资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企业裁员，降薪导致买房的人们还贷款面临危机，而南京的房价也出现暴跌现象。这名女博主表示，现在南京的房价真的是跌麻了，讲出来可能你们都不信，辛辛苦苦工作了1-2年，可能赶不上房价下跌的速度。这名女士在视频中盘点南京降价最猛的小区和最低的成交价。第一，正方新城银城南西郡，从最高2万6跌到现在只要8000一个平方，整个板块的业主呢都懵掉了。现在是你不降价，房子基本上是卖不掉。第二，路口翠屏城，曾经的8000人摇号神盘啊，朋友们，也从18000跌到了6000。当时在这买房的投资客基本上都被套牢了，现在是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第三，河西奥体的书包房雨润国际广场，从最高6万7跌到现在的2万5。
该博主表示，3年时间，一套房子直接缩水了200多万元。排在第4的是鼓楼延昌桥，从41000块跌到18000块一平米。第5，河西南岸海峡城，价格从61000块降到现在的3万元一平米。因为近2个月还没有什么成交，所以可能房价还要往下跌。第6是鼓楼世贸外滩新城，从6万跌到现在2万8一平米。第7是江河华润国际社区，这是当年万人摇号都买不到的，最高房价4万6000块钱一平米，现在降价到2万4000块一平米。第8，青龙地铁小镇恒大龙郡，从3万7000元跌到1万6000元一平米。第9，江宁滨江绿地国际花都，从2万2000元跌到1万元一平米。第10，神龙天汇从6万2000块跌到3万6000块一平米。从中可以发现，南京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也面临着房价暴跌的惨状。至于南京的就业情况，也是可以反映出当地经济的真实展现。你们还晓得现在南京最真实的打工人情况是什么样啊？南京呢有4个特别：大学生特别多，消费特别高，岗位特别少，工资特别低。很多大学生毕业了，真的是说句难听的，还不如农民工值钱呢。有些卖场的地推呀，都要大学生。今年这不毕业季刚过吗？什么贷款公司的电销啊、客服啊、运营啊、中介啊，这些岗位啊，招到的基本都是大学生。我也不是说这些岗位他们有什么不好，只是这些工作呢，都底薪特别低，可能10年前啊，底薪是3000块，这10年以后了，还不到3000呢。这位女士说，这些工作不仅工资低，很多小公司还不给员工交社保、公积金。她还披露说，现在南京整个民营企业里能交公积金的单位可能还不到10%。这名女士指出，在南京毕业的大学生基本有2种出路，一种是进编制国企，第2种是去做销售。那么如果是外地人，还要在南京租房，起码每个月要1000块。如果刚毕业的没有钱，只能做合租房，剩下的工资还要每天吃外卖、坐地铁就没了。这就是在南京打工人的真实情况。一名女士介绍南京商场的情况。你还想留在南京吗？现在的南京已经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冷清了。看看我旁边的新世纪广场里面的商场，以前多红火呀，现在关门的关门，转让的转让，就连晚上都有逃离南京这个话题。毫不夸张的说啊，我门店楼下的餐饮店基本上4-5个月就要倒。我还发现了几个现象，第一就是南京的钱今年是越来越难赚了，想要找个好工作也越来越难了。其实看似很多高端的写字楼里面全是电话销售，网上甚至有句话叫做啥，马云来南京都得打3年电话。问题是啥呢？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你说每天努力的工作，累死累活的房贷、车贷、生活费的压力下，很多人赚的还没花的多，你更别说什么存款了。这名女士说，第2个现象就是南京房价最起码下跌了30%。第3种现象就是南京啊，我感觉人越来越少了。哎，你看这清闲街没什么人，大街上、商场里面都没啥人，反正呢就是比以前少了可多可多的感觉了，好像现在大家没钱也都不愿意出来消费了。南京核心商圈同样是避免不了商铺惨死一大片的情况。谁能想到这就是河西万达，店铺大量闭店，惨不忍睹。曾经的建区顶流也顶不住了吧？以前转让费几10万，年租金超100万的铺子比比皆是，大品牌直营店挤破脑袋往里钻。房东想的根本不是一铺养3代，而是一铺养30代。现在呢，都是房东直租，还送家电送装修，部分房东心态崩溃，完全坐不住了，铺子也开始降价出售，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跌落到这种地步啊，我们哥分析了几点原因啊。经济下行，消费降级，公司倒闭，工厂裁员，1300万大学生难找工作，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导致没人消费。我们今天早上啊，收到粉丝的评论啊，让我们到新街口的地铁站里面看看，说有大量的店铺倒闭啊。我们今天呢正好到了新街口，我们看到底有多少家店铺倒闭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这些地方原来也是铺子。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这种惨状？店铺倒闭的背后是一家家商铺生意的难以为继。我在南京的鲁菜摊倒闭了，1年不到，南京倒闭了20多家夜市啊，上千个家庭想通过摆摊实现致富的梦破碎了。
有些做餐饮的靠着自己会玩网络，各种摆拍生意好的噱头来收割韭菜，收割了一部分不想打工的90后和00后，又收割了一批没有啥文化想学点手艺的中年人啊，真是割了一茬又一茬。人啊，越是渴望挣钱，就越容易呢被蒙蔽被骗。短短2个月呢，我就亏损了2万多，每天呢风里来雨里去的，没有一天休一日。虽然呢心有不甘，但是这行呢太内卷，时间拖得越长，亏得越多。外资撤离，工厂倒闭，导致很多打工人租不起房子。来政府机关部门看一下，看现在打工的人多不容易，为了打工为了生活睡的是什么地方，看一下，这就是南京站啊。一名中年男子红着眼睛说出自己和家人的困境。联系好的日结临时被取消了，一天吃了1顿饭，家里面老婆孩子现在也没钱吃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努力了那么多年，也爱帮朋友，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男子无奈的眼神藏着多少失业人员的辛酸。很多人因为被裁员或是毕业找不到工作去跑外卖，但现在外卖的生意也是不好做。各位看一下那些美团小哥们，个个都没单，坐在这里没饭吃哦，那以后怎么办呢？说实话，现在在外面打零工的，现在很多人都在吃老本。说实话，真的很多人都在吃老本，根本就找不到事做，你想找都找不到，真的。很多人现在连老本都没有吃的呢。说实话，真的是啊。年关将至，工厂老板却卷款跑路，留下大量等着用钱的农民工们无奈的维权。看一下，老板逃走了，你看。这些乱七八糟，大家抢东西。老板欠钱跑路了啊！你看到没有？我们这都是农民工，讨要工钱的。你看政府机关，我们苦了我们老百姓啊。从上面内容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会之一，江苏南京也出现外企撤离、店铺大量倒闭、工作难找的情况。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共继续走向衰败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说明中共已经很难从这些昔日的经济大省中再大量捞起油水来填补空虚的经济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请您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